位朋友，一言以兴邦，一言以丧邦啊！韩红啊，毁就毁到了他这张破嘴上。他这个破嘴啊，从小到大就没有个把门的啊。比如说自己被哈佛录取了，自己有什么 F1 赛车手证啊。他若干年前啊，受那个崔永元采访的时候，就满嘴里边跑火车，知道吗？那个有人说韩红说自己是苦孩子，他可不是苦出身啊，他妈那可是一个这个军级的一位艺术人才啊。当年呢，崔永元质疑韩红搞慈善又当团长，怎么能够专心7年搞唱片？韩红怒怼：小崔，我对付你都不用脑子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他妈妈呢是著名的藏族歌唱家，副军级的文职军官，中国的文联委员，全国政协委员，原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演员，叫雍熙。2025年在北京去世了，享年78岁啊。所以说普通人哪可能搞私人性质的10亿级别的慈善基金呢？吸纳全社会的捐款啊，那就类似于非法集资啊！你挂你的名，你捐的就一点点啊，是吧？那么有阴谋论者说了啊，韩红现在的处境啊，不是他得罪了谁，而是后台早了啊。人在人情在，在此之前他妈活着的时候，难道没有人公开质疑韩红吗？只是几个有点影响力的出头鸟被收拾了啊，对吧？他妈妈去世之后啊，那就人走茶凉了，是吧？现在呢，韩红呢就应该赶紧和之前切割，低调的远离大众的视野，那还不失为一个富家翁，还去掺和缝裤子的破事儿啊！说这，那你这个圈子里的那些人，谁还敢帮你啊？对吧？啊，这也是一种说法啊。不过韩红从小就很狂啊，现在呢，他可以说是名声是一败涂地了。感谢大善人捐赠大批医疗设备，合作共赢罢了。大善人，求救救救我孙女治病！抱歉，我从不救助个人。他想怎么回答我的问题？小崔，我对付你都不用脑子。有一个网上一直在传这个假消息，说韩红呢做了一个专辑哈，叫《听我的声音》啊，说这个专辑耗时7年，花费200多万，说如今这么认真做音乐的人，在音乐圈里都不多见了。我当时一眼就看，我说这就是假新闻，这不是假的，就是假的，这是真的，假的。你为什么说是假的呀？因为他耗时7年，他不可能。7年，但因为他一直在做慈善，在做副团长。真的，我今儿老想咳嗽，等会儿啊，对，停一下。咳，是不是这冷气？我觉得给太冲了。不是他想怎么回答我的问题？小崔，我对付你都不用脑子。用脚尖就够。我一共人出10首歌，我弄了20多首，活生生把那10首给废了。不好我就不要，有点糟的钱哈。你知道吗？我是怎么理解唱片的啊？唱片是一个回忆，唱片是所有几千个日子里最动容的东西都能够想得起来，所以唱片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个值得珍藏的东西，而音乐在我的心里又是那么的神圣。我觉得一个对音乐不够忠诚的人，你不配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工作者。所以我用了7年，花了200多万做了这一张唱片，我认为它是值得的。是吧？当年说自己创作型歌手，可是现在呢，大家忽然发现他的成名作那3首歌都是让他花钱买来的啊！自从他把那个人家的作品买完了之后，好像什么李娜还抑郁出家了之类的，也不知道是真假啊。
他买回来那个天路，还有的网友给挖出来说，他把其中的有一句说祖国把这个温暖送到边疆，他改了，把祖国俩字还给去了。那祖国改成啥了呢？说改成人民了，还是改成啥了？反正是这些事儿都出来了。你看人家当年韩红啊，多么狂啊！输赢在意吗？谁也不愿意输。那你当时表达出来对于赢的在意，或者对于赢的期盼，也是真实的，对吗？我有特别表现我想赢吗？应该是有的。一共7个人的比赛，你有2次获得了倒数第2名，第6名。你说第1次的时候，第6名的时候让你没了信心；第2次的时候，你说这个不会让你没信心，只会让你发起反攻。所以小孩嘛，小孩喜怒哀乐都在脸上。可是那个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小孩，是你好胜心太强。我为什么老要去想大家？大家是他妈谁呀？我就是我。输赢在意吗？谁也不愿意输。那你当时表达出来对于赢的在意，或者对于赢的期盼，也是真实的，对吗？我有特别表现我想赢吗？应该是有的。一共7个人的比赛，你有2次获得了多狂啊，朋友们！大家是他妈谁呀？人家根本就不在意，那是个高干子女啊！人家韩红，对吧？不在乎大家，但是大家可在乎韩红啊。问题是你韩红，你13年到26年啊，你就捐了217万，还没你手上的一块表的钱多。你然后1年你弄5、6个亿，是吧？挂着你的名字啊，你是不是还得解释解释啊？哈佛究竟有没有录取你？F1车手的名单上究竟有没有你啊？对吧？韩红的热度居然还没下来，网友越挖越深，越扒越有。2件事啊，我有2个疑问。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慈善基金会的高管工资问题；第二件事就是他脖子上那条项链的问题。咱们先来说这个工资的问题。这2天大家应该都刷到了这张图，从19年的20多万涨到了25年的60多万。我不说这个涨幅啊合不合理，我就说工资本身合不合理。首先，慈善基金它是个非盈利组织吧？我了解非盈利组织呢，是前几年教培机构双减的时候，教培机构都必须转为非盈利机构去经营。然后我特地去了解了一下，非盈利机构工资怎么拿，特别是高管负责人的工资，有明确要求。首先，不能拿利润，不能拿分红，这个跟他都无关，他只能拿硬性工资。而这个工资也有要求，不得高于同行业同类组织的2倍，平均工资的2倍啊，不得高于平均工资2倍，同行业同类组织。那么如果他是遵循这一条红线的话，意味着这个61万，如果他是卡着这个2倍上限拿的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同行业同类组织，也就是说慈善基金的平均工资，注意是平均工资已经达到了30万以上了呢？年薪30万以上，这还是我理解的慈善基金、慈善机构吗？这还是我理解的非盈利机构吗？这是第一点疑问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他脖子上那条项链啊，有人说这是高桥无郎，很多人没听过啊，一听就是个日本名。没错，它是日本的，而且这家店啊，它有一些比较奇特的规定啊，它全球只有1家直营的门店，并且呢，它没有分店，没有授权代理商，没有代销、分销，不批发、不代购，没有线上网店，只能是去他那家店里面面对面购买。而这家店在日本东京，当然他也可以说他自己脖子上这一条可能是买二手货买的，买二手货别人管不着，但只要是一手货正品，他一定得跑到东京去买。当然现在这条项链它是不是高桥无郎还有待商榷啊，这是我的第2个疑点。当然其他网友扒出来的东西还特别多，我最近只关心这2点，希望呢有万能的网友给我答个疑解个惑。认为军人还有军衔党员啊，去拜西藏的喇嘛，供奉喇嘛，而且还是个精日，戴的这个项链还必须得是限量版的，跑到东京去买的日本项链，
好家伙，这个韩红啊，这是越扒越不堪啊！自己声明啊，说退出慈善界，立马，然后呢又不承认了。那现在还能待得住吗？他各位，你们怎么认为啊？这事儿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吧。